这次展览有187幅的作品，所跨的年代是将近半个世纪。对我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时代，它是一种综合的体现。一条的观众你们好，我是刘香成。我们是在51年的10月在香港出生，2、3岁的时候就回到福州，从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底下成长。我69年到了美国上大学，很偶然的选了一科是摄影，这老师叫 John Milley， 他就邀请我去当他杂志的助理。7、8年作为第一批的记者到了北京，我自己对中国的认识也带着我的感情去看、去拍摄、去记实中国。一张好的摄影是可以阅读的，它有一种信息的持久性，可以看了又看。比如说我拍到恢复高考，同学们在天安门上坐下来，它很代表中国人向上的精神。我一生到目前为止曝光最长的一张图片23秒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动都不动。你用一张图片解释中国是怎么样，我就会说，那你去看看这张画面，我相信是永恒的。当今很少人有这个机会把我放到5个不同的分社去。作为一个特派员，在印度、苏联待了10年多，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，我就有机会经常在这种不同的社会体制、生活的方式方法里面磨练自己。你要记录这个时代，你用什么画面把它留下来？其实这个展览里面很少是典型的新闻，时间的顺序把它拆掉，不同的脸孔、姿态、肢体语言分成6个方面去看。画面一张叠一张，一方面从生活里面的细节去找到乐趣，一方面它是反映了一个更大的历史生活的价值。摄影的语言有时候你把它拆开的时候，第一点看到的就是脸孔。从尼克松先生到一个艺术家，拍与被拍人有没有这个信任，他是赤裸裸的都写在他的脸孔上面。比如姜文跟张艺谋，好像他们在北京朝阳区在马路上拍，他们显然不介意我在他们的面前。比如姿态里面2个人坐下来谈恋爱，他是脚打脚。西方人怎么表达爱跟中国人是很不一样。那个年代这结婚照只是上半身的，这位女士她就没有租整套的婚纱，下面是普通的裤、普通的鞋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。今天你看婚纱多豪华。这点我觉得生活上面有他自己的反差，他的幽默。有一个美容手术在东单小桌子上面堆了一大堆的西方的杂志，这个女孩子跟医生说她喜欢那个眼睛是这种眼睛，我一看是意大利著名演员 Sophie Loren， 我就觉得特别可爱。原来她一个眼已经做了，如果我2个同时做，骑不了自行车回家。你会发现20世纪所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它其实是一直在21世纪今天明天影响是会越发越大。有一次我在伦敦，观众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子，有人在哭的感觉，她说我很感动，你的图片是我父母一直告诉我的中国的那个年代的情况。这次这个展览有个墙角，上海汽车厂的女工，
这边是上海的时髦的女性在陆家嘴开篷车。我觉得这个画面年轻人一看就明白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包，有2部相机，3个镜头，其实不需要一个房子。2014年我就接受了这个挑战，弄一个小小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，转眼就10年了。今天很多人问我，人人都能够拍摄的时代，一张图片需要有什么样的内涵，值得你看了又看。我想是将来会继续是一个谜，但是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解读这个谜。我相信这个过程离不开摄影师的思想跟他对时代的认识。